末日降临后，所有人都在拼命躲避丧尸，我却直接反其道而行，主动成为了末世中的第一批丧尸，然后跟在丧尸后面躲避人类。但想了想，觉得自己还是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才是。总之，这个小姑娘很危险。虽然我想不明白她有这种战斗力，为什么还要缩在这个小村子里，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。在确定对方有自保能力之后，我等到天完全黑了之后，这才离开了这个小村子。至于那个少女有没有发现自己，我并不在意，只要不来锤我就行。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当我离开时，正有一双眼睛注视着自己。是那个小姑娘也有些意外，经过系统检测，对方确实是丧尸无疑，但这只丧尸的危害值竟然为0，战斗力为8。要知道，一个普通人的战斗力都为10，而这只丧尸竟然只有8。原本女孩是准备在村里待上一段时间，等基地建成之后再去基地的，然后再想办法和别人组队刷积分值。只因女孩末世前觉醒出了系统，只要杀死丧尸就能得到积分，然后积分可以从系统商城中买东西。但就目前的丧尸强度来说，用那些高端武器完全就是大材小用，还容易被人盯上。于是决定先苟在这里，用一根特制的棒球棍猥琐发育。但没想到今天这只毫无武力值的丧尸却引起了少女的注意，于是她收拾东西偷偷的跟了上去。她倒是要看看那只弱鸡小丧尸想要做什么。此时我拿着地图确定了方向后继续往前走，偶尔遇到丧尸扎堆的地方我都会忍不住跑去看2眼。终于在第2天一早，我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。这个瀑布很奇特，因为瀑布流出来的水是温的，所以这里的温泉很出名，一年四季的游客都很多，特别是冬天。当然现在丧尸也很多，由于丧尸太多，少女自然的就被拦在了外面。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进入了旅游区。虽然她觉得自己的战斗力不弱，但女孩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去找死，毕竟再怎么强她也是个人类。她在远处看着我穿过丧尸群朝着售票窗口走去，紧接着女孩就看到了一只丧尸竟然在买票排队，然后进入温泉旅游区。看到这一幕，女孩的三观直接震碎了。这只小丧尸竟然是来旅游的，你当人的时候不来旅游，变成一只丧尸你来旅游，有病吧？此时的我只是按照平时进景区的步骤做而已，虽然没人卖票，但我还是想真实的感受一下旅游氛围。可我不知道此时正有个人在跟踪自己，甚至还觉得我有病。进入旅游区后，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做损坏，但对于我来说完全不影响，毕竟还有很多水上设施都是可以玩的，像是泡温泉、水上漂流这些事情都是可以的。我径直朝着温泉池走去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忍不住好奇的女孩最终还是想到了办法进来，并找到了我。结果就看到这只小丧尸竟然真的玩了起来。都末世了，谁要你悠闲呢？很快我把这个景区出名的能玩的项目都玩了一遍。虽然整个景区只有自己一个人有意识，但我并不觉得孤独，反而很自在。等把热门设施玩了一遍之后，天也快黑了，而这个地方玩的差不多了，那我自己就得朝着下个地方去。这是我刚准备撤的时候，竟然发现了一队车队正朝着这个温泉公园开来。我有些好奇，不知道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。温泉公园并不是能够藏身的好地方，除了温泉就是各种娱乐设施，当然还有不少丧尸，总不能是来搬丧尸的吧？我不敢在屋子里待着，而是往森林里走。要不是那温泉池一眼就能看到水下，我甚至觉得躺在水里也挺安全的。我边走边在脑子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最后寻到了个视野好又高的地方，想看看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。直到我看到那些人竟然身着军装时，我就清楚这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行动。他们先是处理了外面游荡的丧尸，然后驻扎在了外面，紧接着又放出了夜视无人机拍摄丧尸的数量，应该是先制定计划，白天的时候再进行强攻。毕竟夜晚的丧尸行动能力会比白天要敏捷许多，只是不知道这无人机会不会拍到自己。想到这儿，我立马折了不少树枝盖在自己身上，想遮挡视线。就算是热成像无人机，我一个死人应该也扫不到吧。可就在那无人机朝着自己这边飞过来时，我的视线中忽然划过了一个背影，那不是丧尸，而是一个人类，并且我也认识这个人，这正是之前那个小村子里的那名少女。主要是那根棒球棍真的让我记忆深刻。这个小姑娘竟然跟上来了，她是怎么跟上来的？我甚至是一点察觉都没有。要不是因为军队的原因，估计自己都发现不了这个小姑娘。若是她现在给自己一棒，自己就真的要与世界说拜拜了。想到这，我立马扔了树枝就往山后面溜走。我得离开这个地方，至于去哪里，先到安全的地方再说。所以我从后山绕了过去，往城里去了。丧尸越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越安全。走了2-3个小时，终于离开了温泉度假区，到了城里。我在城里转了一圈，找到了一个望远镜。虽然现在自己的眼神确实好，但也不可能看到远处的东西，所以望远镜这种东西还是需要准备一下，不然像是这次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。好在那个小姑娘似乎并不想对自己动手。突然我感觉到了一阵耳鸣在我脑中响起，紧接着就觉得天旋地转，眼珠都快从眼眶里给我震出来了，但我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我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脸，拿着望远镜就往几10层的高楼上爬去。